夫君要给铺子题字，可有了phương案？想写些什么？还没有。你有什么想让我写的吗？那一会儿看着写吧。我觉得夫君在家休养的这几日变了许多。变了。不仅帮手家事为我分忧，还更体贴了。哎，明堂，哎，你真在这儿啊，夫人？我可找着你了。这位郎君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不是。我没认错，明堂，我是你的夫君呐，崔九啊。哪里来的狂徒胡言乱语的？夫君，你是不是在外得罪了什么人，惹得他们来坏我的名声？不是夫君，是夫君在这儿呢，我才是你的夫君，他就是个冒牌货。你如何能证明自己不是冒牌货？你忘了3年前6月初7，你从北周驾至京城，路遇匪徒，不知所踪，对吧？路遇匪。这3年，我派人天南地北的寻你，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在灵泉镇打听到了你的消息，我这不就从京城赶过来了。那你说我要不是真崔九，谁还能知道这件事儿？倒是这位冒牌货，你怎么不说一句话呀？不是心虚了吧？夫君，你若是再不说话，我真要信了。毕竟人家是从京城特意赶过来的。夫人说的，正是我想问的。你说，你是特意从京城来的？正是。那我倒要问问了。你这身衣裳的质地，分明是建陵府的典绸，还操着建陵的口音。我崔家上3代可是地地道道的京城人。你不会还是绕得远路来的真州吧？我乳娘是建陵人，我这衣裳是乳娘所做，我的口音是跟乳娘所洗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哼，巧言令色，你分明就是欺我夫人失了记忆，故意在这混淆视听。我劝你啊，还是死了这条心。这门亲事，是我亲自上门多次求取，才得了我丈人亲口允诺的。嗨，我看你才是巧言令色吧？那我也可以说，是我亲自去的北周，是我亲自向他父亲求取的。你口若悬河，却不知我的父亲早已不在人世了吧？哎，夫君不过是随口试探一句，你便露出了马脚。莫如，把这骗子送去官府。是。不是，哎，别走！你不认我可以，但你不能不认这个。这是你我的婚书，白纸黑字，还有官府的官印。如今我倒要看看，谁敢说我是嫁崔九。这不可能。当年柳绵堂上养山时带着的婚书，如今可算派上正经用场了。他素来有心机，诗意诗得如此真切，我便派个混司试他一试。即便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也要搅得他鸡飞狗窜，永无宁日。哎，你不是说你是真崔九吗？婚书呢？你今儿拿得出婚书还则罢了，你要是拿不出来，别怪我告你强抢民妻。比起一张薄纸，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我只认你是我夫君。此人京城的身份是假的，一纸文书也不可能为真。我们这就去官府，戳破他的满口谎言。真金不怕火炼，我们是真夫妻，怕他做什么？去官府是吧？走啊！我得让官府给我评评理。让开，夫君，我们走。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光天化日之下，强抢民妻了。
神呢？娘子准备了这么一大出戏，不打算看完了再走吗？你是何人？我见过你。姐姐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不在这儿，又怎么知道谁是幕后指使？姐姐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我只是恰好路过，恰好在那茶摊吃茶，又恰好一路跟过来。你这恰好未免太多了些。你到底什么来路？为何要唆使那假崔九来毁我青羽？唆使？方才那男子吵吵嚷嚷说是你夫君，这分明是私怨，与我何干呢？在我殿前围观的乡里都看不出什么名堂，交头接耳的问询缘由。你在那茶摊吃茶，又怎么会知道他说了什么？你们都傻了吗？要怪，只能怪你们自己送上门来。动手！想跑？娘子，别动啊！再动踩死他！还敢跟我动手？我虽手无力，打你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夫人，你不能打架，打架成何体统啊！你们是？在下谢过诸位义士出手相助，有劳有劳。各位义士，你们辛苦了。这个是我与夫君给你们的一些酬谢，莫要嫌少，拿去买酒吃。多谢夫人。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。哎，夫人，他们人手众多，一定来头不小，还是先交给官府审问吧。劳烦诸位义士，快将这些人带到官府吧。有劳有劳。官府自会审清楚的。现在知道疼了。好点没有？还疼啊？生破身衣嘛，费了那么大劲找的这药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才刚敷上呢，便是华佗神药也没见效这么快呀。伤筋动骨总需要些时日将养的。你也知道要将养，方才还那么用力。我也不知道。我方才见到那女子，心中就有种抑制不住的火气，恨不得将她撕碎了才好。我全然忘记自己手上有伤这回事了。认识她吗？只在那日宴请街坊时见过一次。当日我只是随口说了句记性不好，她就这么上心，还专门找人来算计我。真不知道她打的什么主意。那个泼皮，自称是崔九，说是你的夫君。哎呀，可别说这阿杂事了。
那男子面容浮肿，眼神轻佻，一看就心术不正。嫁给他，那还不如途中被土匪给劫了呢。照你说的这话的意思就是，他要是长得好看，那你就从了呗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我都嫁给你了呀！像夫君这般斯文多才的男子，才是我最中意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芸娘到底怎么想的？这世上怎么会有人认错夫君啊？我是失忆了，又不是傻了，难道还看不出枕边人是真心相待，还是另有所图？再说了，以我的聪明才智，你是有多深的计谋，多高超的技法，才能将我夫君这角色扮演得这么出神入化呢？夫君，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我去看看李妈妈做的什么吃的。哦。换作是我，也不敢出门。人家三娘心比天高，今后谁还敢娶她？除非她又攀上哪门子王爷，可不是吗？娘子别听他们胡说，您瞧瞧。娘子。赵神医说，3个疗程内不能出门，不然要暴毙的。整日这样苟且偷生有什么意义？反正我的名声已经挽不回来了。成日被旁人如此贬低、嘲讽，还不如死了干净，一了百了。娘子。客官，看看我的瓷器，还行吗？算了算了算了。哎呦，这没怎么样，讲没事吧？要不看看？走。看看我们家的扇子和镜子吧。奇怪，我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？娘子，快和我回家吧。屈情、赵、神、医。赵神医，贺娘子，啊，对，干嘛呀你们？老实点，给我松开！走。娘子，这是何意啊？江湖骗子，还敢冒充神医？不是你娘子，我先错了啊，咱有话好好说。崔家娘子还说她夫君一直请你为她治病，花费颇巨，都是误会。行了，把这个江湖骗子给我捆好，扛去崔家。是。你骗了别人多少银钱？老老实实交代。娘子，你得听我解释啊！你别说了，琥珀。不是，当时那种情况，我那么做都是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，你得听我说完呢。你说当时那种情，我那是喝呀，喝啥子？我喝呀。哎呦，家主怎么了？夫人，碧草，何事这么惊慌？贺娘子带着一群人气势汹汹的来了，说是有事要见你和家主。贺妹妹，呵，
跪下！贺妹妹，赵神医，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问问他。欢呼！骗子！亏得你夫君还把他当至交呢，今后可要擦亮眼睛，不要再被此人诓骗了。哦，哎，是不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啊？我把夫君叫过来当面求证。喝！贺阳这，你给我搁下了，我再也不骗你了。夫君，你在这儿干嘛？你怎么不出去啊？为人夫了，不好见外女的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人家贺妹妹把赵神医绑过来，说他是行骗的庸医，你快出去看看。哎呀，他闹上门了，那我也没有办法呀。赵全是不是庸医，我又没有学过医，不好下定论的。那你好歹出去看一眼，你当着人家贺妹妹的面质问几句也好呀。我这，我知道夫君是个体面的人，不喜外面这种聒噪的情形。但你好歹出去看一眼，那他不是你朋友吗？他不是我朋友。不是。我没他这样的朋友。行医治病，我早就跟他说过了，要量力而行。女眷的病那看不了的，这误人命怎么办？那如今怎么收场啊？你就让贺真报官。报官？哦，欢呼！走，放开我！快点，走。贺阳，老实点，上衙门了。啊！不是，我不是。欢呼！万哥，之前确实是我愚弄了你，对不起。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重新给你开个药方。如果你依然觉得我是个骗子，你再给我上衙门，行不行？你还敢糊弄我呢？我没糊弄，娘只是心病，病根不是没有成为淮阳王的妾。你仔细想，早点出人头地，在全家人面前争口气。你接着说。听说，娘子一直跟着令尊操持着瓷器生意，想必你定是个颇有才能且争强好胜之人。只是，因为你是个女子，纵然抛头露面，不让须眉，也始终低胸低等。那日我去贺家给你看诊，我一个外人都看出来了。你别说了，巧言令色。不是巧言令色，我给娘子开的方子是清新明目的药方。我不让你出门，是因为怕你在外面碰见淮阳王，或者是听见他的什么消息，又或者被旁人指指点点，让你伤心。真的。娘子身体非常康健，不用诊脉。我自然知道，我是请你下去。哎，你给我解开呀，先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还不稳着呢？这什么怪人呢？哎呦，快走吧，离他远点儿，我不知道什么人呢。真奇怪。哎，怎么卖呀？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敢绑我？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？我们王爷请你来，有几句话想当面问问。王爷，
孙云儿，仰山陆文是你什么人？陆文大人，乃当世豪杰，奇男子也。我问他是你什么人？王爷，小女从前虽然在仰山，但仰山现已招安。陆文大人与我，现都是朝廷臣子。朝臣就可以滋扰百姓吗？这是小女的私怨，与仇人有些过节罢了，不想惊扰了王爷。你跟那柳氏有什么私怨？王爷认识柳绵堂？说。放。我是来查账的。那柳绵堂离开仰山之时，卷走了大笔银钱。仰山既招安，他为了这笔银钱，不惜冒着招惹官府的风险。那想必这笔银钱是一笔不小的资产呢。仰山投靠朝廷，不是为了银钱，那必定是为了比金银更重要的东西。本王早年也招降过你们，陆文宁死不从，落得败北的下场。如今看来，他并不是败北匿迹，而是在酝酿一件事情。有爱者除之，无用者弃之。他当然不会屈从于真州，他早就与青州总兵买卖合议。又或者，另有泰山可依。孙云儿，他背后到底是什么人？没有，没有。他到底要做什么？放！王爷且慢！在下公孙烨见过王爷。随王途经真州，特派小人前来拜会。大人救我！随王让小的转告王爷，仰山招安是国之大事。孙芸娘既为招安义士，那便是国之重臣。若做错了什么事儿，冒犯到王爷，还请王爷宽宥，由小人将其带回。把帘子打开。他所涉是伤及真州百姓安危的大罪。我身为藩王，只是稍作询问，问过之后，自会将他完好无损的送还。淮阳王怕是没听清楚啊！如今是隋王接管了仰山的事宜，孙芸娘亦是隋王所委派，负责与仰山议和招安的功臣。王爷要是将他视作山贼，那岂不是连隋王乃至皇室一脉都成了山贼了？你，还请王爷看在朝廷的面子上，高抬贵手，啊！回府。恭送淮阳王回府。随我去见王爷。隋王刘沛，那毕竟是先皇的亲弟弟，又得武太后赏识，换做任何人都无可奈何。何况你最近调查仰山，这背后的靠山呐，不请自来，是反客为主。区一个芸娘，这隋王如此兴师动众地把她给接走，这不仅仅是护短啊，真是让我知难而退。他一个山贼，就算投靠了皇叔，又能怎么着？想太多了。隋王接管仰山的事宜，
这件事情和芸娘找柳绵堂要银钱必然有关联。这笔银钱，怕是向朝廷都不敢公然交代的。我有一种预感，隋王定会在朝廷掀起一波风浪，你我二人都会被牵连其中，身不由己。啊！还有就是柳绵堂，他要是跟这笔银钱有关系的话，那他的处境只会更加的危险。这个陆文也是奇怪啊，竟然有让自己女人管银钱的习惯。不过柳绵堂如今呢，肯定记不得那银钱放哪儿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有。崔行舟，你变了。啊？这些年，幼帝登基，时局混乱，你整日只跟我喝酒下棋，静观其变。什么时候开始说身不由己这种话了？又什么时候开始担心自己保不住一个人的安危？这次是有所顾忌了，有软肋了。这海棠花开的可真好，亭亭玉立，国色天香，有花堪折直须折。可惜了，有情人怀瓶而来，这瓶中啊，却有了主花。行了，别叨叨了。我是想跟你说，别忘了明日。放心，我有打算。多谢义父相救。云儿，你知错了吗？都是女儿冲动行事，才会不小心误入险境，让义父烦忧。愚蠢至极！本王蛰伏多年，为掩人耳目，对他人伏低作小。今日你轻重不分，私怨蒙眼，你要坏了本王的大事吗？你去试他人，却被人把你给试出来了。若不是念你劳苦功高，你要死，在真州便死吧。女儿知错。你不明白吗？一个藩王，为何会关注你和柳绵堂之间的私怨呢？难道崔九就是崔行舟？闻所未闻的，这世上不曾有专门冒为夫婿，当街讹钱敲诈，伤害人多了，这简直就是像这种伤天害理的人啊，就应该把他们抓起来，好好审审这种事啊！你这东西，像今天聊的这样。是啊。夫人，那些歹人已经被官家收押了。夫人怎么看了公告之后，反倒愁眉不展了？依我看，那芸娘的谈吐打扮并不像是下酒留之，而且我总觉得我与她过去是有些渊源的。怎么可能？夫人怎么会与那些鸡鸣狗盗之辈有什么渊源呢？那她为什么会亲昵地称我姐姐呢？那她是想跟您套近乎呗。而且她看我的眼神也饱含怨恨。她那是嫉妒您的貌美。那我看她的时候，怎么也有种无名之火呢？因为
林妈妈，你心虚了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没有。我失忆之前果然同他认识，对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两个女子之间会因为什么如此针锋相对？难道说，她是夫君养在外面的女子？她是姘头的姘头。哎呦，作孽呀！吁！夫人，喝茶。那姘头的事，家主都说过去了，夫人不必再想。怪不得那芸娘来招惹我，竟都是因为孽缘呀。不过我看子瑜也并非什么良人，朝三暮四的，和夫君比差远了。是。哎，李妈妈。你有没有见过我与夫君的婚书啊？主家们的婚书存放，只有家主和您知道，老奴是不碰的。这所有的屋里我都找遍了，只有地契和妃钱，唯独没有婚书。莫不是真让其他人拿走了？哎呀，夫人，老奴向您认罪。认罪？当初搬离京城的时候，忙着遣散仆役，变卖家产，家里这些所有大小事宜，均由老奴一人操办。因此老奴也是忙昏了头，就把婚书给弄丢了。丢了？都怪老奴粗心大意，丢了这么重要的东西，老奴万死难辞其咎，老奴对不住家主和夫人。哎呀，丢了就丢了吧，李妈妈快起来。哎呦，谢夫人。没了婚书，这桩婚事还能是假的不成？今日就先到这儿，退下吧。王爷，那我等告退。贺娘子，请留步。听闻令尊身体抱恙，多谢王爷费心，家父卧床，密小女代理一事。那娘子可知？令尊昨日派人来信说，今日贺家缺席。是我擅作主张前来，望王爷恕罪。你不必道歉，我也知道你的来意。崔某近来也听闻了一些流言蜚语，仔细想来之后，发现我确实也有做的不妥之处，所以才让娘子无辜的受苦。今日见到了娘子，我也向娘子赔个不是。这件事本就是我惹出的麻烦，王爷婚事将近，何真不该再来烦扰。独独有句话想斗胆一问，王爷拒绝我，可是因为我出身商贾之家。我绝对没有低看你的意思。那是莲娘子不肯接纳我。素昧平生，若让娘子做了妾室，会委屈了你。若我心甘情愿，
不觉得委屈呢？要是把你纳进了府里，你应该清楚，我不会对你全心全意，你也不会愿意与他人分享所爱。这样一来，你便会生出遗憾。纵然有高门富贵，你也只会尝到痛苦，而后便会生出离心。王爷能如此为女子着想，定是有了独爱之人。今日多谢王爷为我解惑。独爱之人，有吗？娘子，回府吗？不，先去北街。我要告诉刘姐姐，我放下了。家主，夫君，你回来了。走，陪我去坐一会儿。嗯。你再这么看下去，莫不是要在我身上烧个洞？夫人。嗯。我有一件喜事要告诉你。巧了，我也有一件喜事要跟你说。那你先说。那你听了可别欢喜忘形啊。好。淮阳王这个月就要成亲了，按惯例，商会需准备婚事用的喜词。咱们玉烧瓷坊终于有资质了，夫君，咱们的瓷器能入王府了。说不定拜堂那一日，王爷吃喝饮酒的时候，用的就是咱们烧的对杯呢。我就说你会欢喜忘形吧。确实是欢喜。夫人，我是要跟你说，先生说我最近棋艺精进了，我在棋社也学不到许多，他便给我介绍了国手，让我上山拜师学艺。真的啊？那这不是双喜临门了吗？我去准备一下。夫人。啊？但是这次先生说，就不让我带家眷了。啊？哦。那你什么时候出发呀？啊，我今夜就得出发。这么急啊？机缘难得，我已经让莫如帮我收拾好行囊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可能月余，可能……哎，夫人，你不是想吃你们北周老家的菜吗？正好借此机会，你回去一趟。你心虚了。啊？你每次走都这么着急，
我这个当夫人的，每次都来不及准备什么。准备什么呀？倒是你，你记得把药贴要带在身边，每要在炉火前温热好，再敷到自己的手臂上。将养2个月，定能大好。夫君拜师，礼数须尽到。你若是有什么不够用的，你就捎口信，我让李妈妈给你送去啊。还有，这山上多有寒凉的时候，你喜欢吃冷酒，又爱穿薄衫大裙，身子热起来可千万不能贪凉啊。这些琐事儿，有莫如呢，不用你操心。我先走了。等等。夫君，哎，你可还记得那日假扮你的泼皮？啊，记得。李妈妈说，我们的婚书在搬家时弄丢了。那泼皮手上的婚书我倒是见过，也并未发现什么异常。思来想去，恐怕就是我们的那张。不重要了。怎么能不重要呢？那不光是允婚的文契，而且上面还有你我2人的名字。换作是任何同名同姓的男子，只要不是你崔九，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我真是恨那恶贼，竟然敢盗名欺世，想污了你我2人。我的意思是我问过官府了，那个婚书不是我们的。哦，如此啊，那倒是让人松了一口气。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动怒了，你的身子本来就不好。我走了以后，你就要去多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不要傻乎乎的等我，好吗？尽兴，来来来，请请。荆州啊，我敬你一个。姨父，你饮多了。你怎么还叫我姨父啊？应该叫父亲才对啊！你要死啊！敢在王府失礼！怎么这么见外呢？
这么称呼才亲近呢，对吧？这个酒鬼，酒后失言，在这儿我替他向行舟赔罪了。哎，大婚就是这个月的事儿了，我都迫不及待想听秉兰喊我一声母亲呢。行舟啊，也是等了3年，想听一声夫君呢，是不是啊，行舟？夫君。这孩子眼巴巴的盼着秉兰来呢。这几日见不着，等到6里过完了，拜堂成亲之日，就能见到秉兰了。我们淮阳王府啊，能得秉兰这么一位门第得当、蕙质兰心的王妃，那真是珠联璧合的大喜事儿啊！你向来是个有主意的，自己的婚事打算怎么操办呀？淮阳王的婚事，自是办的越盛大越好，越热闹越好。对，来来来，饮酒，饮酒。来，多谢多谢。王爷，这儿有罗锦混纺的喜服，缂丝的喜服，以及索服的喜服，还有香云纱的喜服，不知王爷喜欢哪一件？都行。干果儿，大好。哎，看一看干果儿。夫人，怎么突然想买布，要做衣裳啊？不是做衣裳。干果儿。掌柜的。哎，来了。客官。我想选一块红底描金、不容易腐坏的料子。红底描金不易腐坏啊！敢问客官要做什么呀？婚书。王爷。王爷。好了，王爷。王爷，这是管家送来的礼单，您过目。王爷，可还有什么短缺？银丝太一双。好嘞。手炉也要准备几个。是。还有至少能用粤语的艾蒿头补草。衣衫球袍毡袜鞋靴，等找李妈妈确认好尺寸之后，也要备足。王爷，您这是筹备婚礼，还是安置柳娘子呢？王爷放心，这些物事小的都会准备好。到时候柳娘子回北周了，李妈妈和范虎也会照看着。备传。明权。镇南侯府。是。你眼看可就要大婚了，抱得美人归，怎么到头来你落得一副孤家寡人的模样？
我倒是羡慕你呀，至少连淼妹只忠于你一人，啊不对，是忠于王妃的位分，那也是忠贞呐。至少她没在你婚前落跑，让你颜面扫地。哎，她要是也与他人有了私情，那咱俩可真就是难兄难弟了。过来。哎呀，跟你一比啊，我太知足了。你知足？你找我喝什么酒啊？我口渴。哎，你跟我交个底儿啊！你这么弃了柳绵堂，你亏不亏心？这开始本来就是逢场作戏，如今一切回归正轨了，我亏什么心啊？我要是再把他骗下去，说到底还是亏心了。也是，将柳绵堂放回母家，不究过往，放回自由身，已是你淮阳王莫大的恩赐了。反正柳绵堂被哄得高高兴兴，等到了北周，收到那手书一封，得知那血淋淋的真相，不管他如何惊涛骇浪，都闹不到你跟前来。这一招真的高，我就承认了。我是不敢跟他当面告别，我也不敢跟他当面把这些事情说清楚。那你为什么放他走啊？你就算一直养着他，以连表妹的性格，也生不出什么是非。唉。无可奈何，海棠花落去。似曾相识，双飞燕归来呀。夫人，入夜风大，敷了药，赶紧歇息吧。李妈妈，我让你准备的衣袍和炭炉，你都置办好了吗？都已经置办好了，明日就会叫莫如带给家主。夫君第一次离家这么久，也不知他在山上住的习不习惯。我听闻一齐高手怪癖甚多，不知道有没有为难他呀？家主身边只有莫如看顾着，您就听家主的，安心的去北周探亲，好生的在母家过段日子。等到那时，那时如何？待那时家主应该就归家了。我最近右眼皮总是跳个不停，心里总觉得很不安。那个呀，一定是夫人这2日在店里操劳的疲惫了，该早些歇息才是。夫人，马车和去北周的行囊都已经打理妥当了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启程出发。我不想回北周了。为何？在这里，我还有一件未完成的事。哎呀，青州总兵石义宽恭迎王爷。石将军，请。哎，王爷，13000人纳入军籍，不愿从军、羸弱年老者都已发放回乡。
自此，本朝再无养山之患了。哎，将军，心息如发，劳苦功高啊！本王定会在太后面前啊，为将军说详一番。将军高升可期呀！子瑜已经是我的准女婿，养山之事应该算是一半的家务事。再说了，我一介武夫，如果没有王爷的提点，我也不会想到这招安纳婿、两全其美的法子。只是这子瑜其人，曾是……将军啊，本王对子瑜呢十分的欣赏。他虽然是江湖之人，但是自古英雄不问出处的。是，王爷，您的这种欣赏是源于公事，还是源于私交啊？哎呀，朝中想让天下藩镇缺兵，要学外姓的为先。真州的某人非要当刺儿头，那你我听话就是忠臣良将。到那时，将军你是宠臣，本王呢也能受到眷顾。于公于私，本王所想与将军殊途同归。殊途同归。娘子可还走得动？不如再分婢子一些吧。你自个儿仔细些吧，要是掉地……哎呦，慢点！抱歉，抱歉！怎么办？别跑了！子瑜公子，方才隐约瞧见是石娘子，我还以为看错了。真巧。这么喜欢绯色？啊？刚买下来就抱在怀里。啊，是姐姐的。那你的呢？我的衣裳已然够多了，不必再置办，等着姐姐便是。帮我拿一下。是。哎，不敢劳烦公子，石府的马车就停在前头。无妨，我送你。青州集市倒是热闹，石娘子喜欢什么，你可以选。闺阁女子本就该恪守本分，今日因着采买的缘故出门，久留已是不妥。这类糖糕小贩一路走来倒是不少，想必很招女儿家喜欢吧？石娘子想尝尝吗？多谢公子，只是家中母亲常有规训，贪饭小食，食之不雅。石家娘子一遵规训，是我唐突了。好啊，慢着点，吃好再来。咱们回家吃啊。看看。想不想吃啊？想吃。好重，快把这个拿过去。今日有劳公子了。慢点。主问，哎，这是啊，方才公子让人买了2匹上等的罗锦，婢子瞧着比那绯色的还好看呢。听闻石家娘子在府上备受宠爱，我自当做得更好，才不让娘子受委屈。哦，娘子买的胭脂，可别丢了。
多谢公子。你干什么呢？公子请自重，我妹妹马上就要出嫁了，她的夫婿可不好惹呢。你疯了吧？怎么敢与外男同行？若是被那土匪头子看见，还不知道要怎么教训你。六姐姐，土匪头子，师娘子这么快就给我取外号了？六姐姐，这位就是养山的子瑜公子。恭喜娘子，娘子所愿终是要成真了。今日吉时，王爷便会亲自送礼书来，可见王爷对娘子的敬重抬举。表哥待我自是周到体贴，那是自然。礼书一到，可就只差成婚大礼了。娘子，你日后就不再是丹青的娘子，丹青该改口江宁王妃了。吉时将至，王爷可以出发了。下去等我。是。这同心芙蓉的纹样，倒是不俗。填色也精巧，月白与竹青相得益彰，风雅严洁。玉烧瓷房，我记得这家瓷房，院里养着丹顶井里的瓷缸，就是出自他家之手。玉烧瓷房的东家今日可来了。民女在此。啊，没想到东家竟然是个女子。是该如此蕙质兰心之人，才能烧制出这般精瓷美器。说得有理。太妃谬赞，小女子是怀着对王爷大婚的恭祝之心，才有机缘制出此瓶。唯愿王爷与未来的王妃岁岁平安，如这并蒂双莲一般，同心白首，相依相伴，多子多福。说得好，真是个聪慧伶俐的丫头。太妃看中了你们家的瓷器，您尽管吩咐，不必麻烦了。这是何意啊？回太妃，方才王爷差人过来传话，说是不喜玉烧瓷房的瓷器。贺家作为商会首领，近日于郡中政务又有大功，王爷大婚用瓷的生意就给他们做了。既是王爷的主意，那便如此吧。贺家商铺谢过太妃，谢过王爷。是啊，恭喜恭喜！王爷，王爷，站住！大胆民妇，竟敢在王府随意走动！王爷，我是王爷骑友崔九的夫人柳绵堂。过去这些时日，感谢王爷对我家夫君的照拂。我夫君平日痴爱一棋，能因此与王爷相识是他的福气。只是，我们小门小户，我夫君纯善文弱，只想平安和乐，同我守着这个小家。
并无高攀贵胄之意。往后若有言辞不当之处，还请王爷海涵。何事这么慌张啊？王爷，吴国叫来了军营，陛下有旨。圣上有旨，今戎兵犯境，陷逆秦民，念淮阳王崔行周实赖古公之任臣，克忠报国，守信全身，兹以考绩，特授尔平西主将，统真州全军出征，1月内抵制金甲关，为镇戎部。钦此。淮阳王接旨了。那淮阳王可不是个好相与的，如此旨意，恐会惹恼他呀。你是当今的国舅爷，又有陛下的旨意。这崔行周纵有10个胆子，也不会对你发难的。陛下说呢？书上说，先前能造一种木鸢，飞翔天际，怒射杀敌。若弓不能造得出，大齐才不需要什么淮阳王，整日让母后心烦。陛下说的是。可若是他不肯接旨呢？那就怪不得哀家治他一个抗旨不遵、株连9族之罪了。淮阳王，这是要抗旨啊！臣领旨。王爷，请起。还烦请国舅爷禀告陛下和太后，臣即刻整兵，必定在月内抵达金甲关。有王爷这般良将，实乃我大齐之幸啊，乃陛下和太后之幸。我大齐西北边境未来数十年的安宁祥和，全看王爷此战了。切莫辜负了这天下的苍生百姓呐！啊，王爷，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王爷本就不住边，金甲关地处西北之境，实需对地形、气候更为熟悉的主将。何况朝廷并非无将可用，真州军已裁缺近半，已直取汪河道的那些也无法派遣。金甲关远在西北之地，1个月如何能到？就没有一点伤还的余地。母亲，战事没有这般的可怖，倒是今日儿子去动员全军，弄得我是焦头烂额的。我真是希望自己能分几个身。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？抗旨是死罪，更枉为人臣。出征才有余地，而望母亲原谅。若非去不可，为娘也想让你成全我一件事。
母亲开口，孩儿必见。好，那你出征之前，娶秉兰进府。就只是出征迫在眉睫，一切安排也只能从简了。明日一早，你去连府把他接过来。太妃，那个秉兰她……他怎么了？这前一阵就说不舒服，我得知行舟要上战场，这急火攻心了，一下子就发出来了。你看看，满脸的红疹子，有些还在冒水呀。郎中说了，若是不好好调养的话，这火攻到脑子里啊，就无药可救了。前日不还好端端的吗？怎么偏偏这时候生病了？这要不要紧啊？这我也不知情啊。这说起来，我们二房还有一大摊子事儿等着我回去收拾呢。太妃，您倒……二婶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别再耽搁了。哎，二婶，您先去忙吧。好。母亲啊，这连家是在婉拒呢，怕你的儿子有去无回，怕他的女儿成了寡妇。哎呀，秉兰是担心你才得的这个疾病，你不可把他往那处想。儿子或许是多想了，但事已如此，我跟表妹也是福薄缘浅，成婚这个事情就此作罢吧。母亲，此去山高水长，儿子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返家。如此也好，免得耽误了我这个表妹的大好芳华。儿啊，我还没有老到耳目闭塞的程度。此去凶险几何，我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你父亲去得早，这偌大的淮阳王府，堂堂崔氏门楣，就靠你一个人支撑着。这些年，你宁可自己忍受委屈，也从不抱怨一句。如今，又为了护全我们，你竟连人命都……母亲，母亲没事的，说这些干什么？儿啊，为娘不求你战功显赫，只求你能够早日归来，我们一家团聚。母亲放心，会的。让我看看。哎，这样差不多。哎，你起来干嘛？若是王府再派人来的话，不行，我再给你多点一点。等一下，母亲，这样，你赶快派人再去一趟王府，就跟他们说我好多了，成婚有望。你疯了你呀！你要去嫁个将死之人吗？啊，让崔府延续了香火，你明摆着守活寡吗？这再说了，若是嫁过去之后没有一举怀胎的话，这连另攀高枝的机会都没了。道理我都懂，可表哥，若是得胜归来呢？金甲关战死多少人呐？这个崔行舟难道有3头6臂吗？金甲关一旦失守，就算他活着回来，朝廷会判他无能之罪的。到时候别说你守寡了，连我们连家的前途全完了。你父亲在京中还找道与吴家相识的人打听到了，朝廷已经与顾不敌准备纳贡求和了。你想想，在这个时候还派行舟他去出兵啊？
且那个王太后还特意吩咐道，若他抗旨不接的话，就传真州30里外的淮东大营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朝廷想让你表哥死。可所谓九死一生，还留有一线希望。我就问母亲，若是表哥真的长于兵事，得胜归来呢？哎呦，那就等他胜了你再嫁呗，到时候他军功在身，岂不更好吗？表哥心高气傲的，若是知道我们是故意拖延，他得胜归来之时定不会再娶我。所以母亲，我让你去王府，不是我真的要嫁，而是先让表哥和姨母感受到我们的诚意，先安抚他们。明早，我便再病一次。这倒是说的有道理啊，这样来回的一反复，就说明你是硬撑着病体，真心想嫁，只不过是身体熬不住罢了。别说是姐姐了，即便是你表哥，也找不出我们什么把柄。夫人，这是淮安王府送来的。哎，给你的。什么？退婚书？什么？什么退？怎么退婚了呢？这姐姐怎么一点情面都不给我们？一定是那个崔行舟的主意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此刻去，你就是不打自招。那明日大军开拔，我便拖着我这个病体到表哥的马前，当着全镇州百姓的面说非他不嫁一番明志，我就不信了。反正他都要走了，总不能就地成婚吧？若战事扩大，定会摊派各类，激复藩争。哎呀，一打起仗来，倒霉的从来都是咱们这些做买卖的。不是嘛？依我看，淮阳王骁勇善战，这仗打不进金甲关内。那可不一定。先前的将领都有去无回，镇州军又能有几分胜算？我可听说，近日淮阳王在镇州城内临时征兵。啊，征兵啊！那些街面上没正业、终日无所事事的男丁，悉数被冲入军内，可见这是兵力不足，临可绝井。这如何是好啊？这都到了抓壮丁的份上了。就是啊，家里有男丁的，千万别让哎呦，我得回趟家。不行，我得去准备一下。散了，别管我了。告辞。哎呀，你有心事？我在担心我夫君。崔家郎君有什么可担心的？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我夫君已经好几日没回家了。他就是个性子弱的奇痴，平时连吵架都不会。若是真被淮阳王抓了壮丁，别说上阵了，估计还没走到战场就给累死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给我惺惺作态？柳绵堂，方才那一屋子人，最不必担心的就是你了吧？贺妹妹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等等，我是哪里得罪你了？你说出来便是。我只和行事磊落的人说话。夫人，明日就要出发了，今日早些歇息吧。李妈妈，难道说是贺妹妹知道了夫君与王爷有一齐的交情，当我在说风凉话，所以生了气？你觉得呢？贺娘子的心思，老奴怎么能猜得透呢？夫人，芳歇和碧草已经把行装都打点好了，明日咱们就出发去北州。赶路辛苦，夫人早些歇息。如今战事一起，我这心里就更不踏实了。这事日后再议吧。你此刻速陪我出门去寻他，不确定他安然无虞，
我放心不下。这怎么行？家主又不是闲汉，怎可能被抓壮丁？李妈妈，你近日总是反复催促，似乎对去北周之事很上心啊。那毕竟是家主吩咐的。不对，你不担心自己家主的安危，怎么总想着要离开啊？夫人，夫君。夫君，你回来了。如今全真州都在抓壮丁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？胡思乱想。那你这次回来是学成了？哪儿那么轻巧啊！我是看到莫如带了大包小包的，这才意识到要让夫人担心了，怕你思虑过重，所以回来看看你。夫君拐弯抹角，就是不明说想我。我还没有用完膳呢，今日晚上可以让我好好的吃一顿。那我让李妈妈去备菜。我想吃你做的蟹黄拌饭。此刻啊，今晚来不及准备了，明日给你做。不要，我现在就想吃，好不好嘛？好，那我马上去准备啊。好了，年年今夜，月华如水，客行至千里。夫君，你不知道，我最近几日心里都很不安。为何啊？说出来，恐怕会让你笑话。你妈妈在收拾行装时，我总是会生出异想，好像此次离开后，就再也见不到你似的。尤其是战事消息一传开，我这心里就更加不踏实了。生怕和你天涯两别，不复相见。